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。在本集中，我们将讨论最重要的话题之一，即交易流动性策略。了解和掌握流动性对于持续盈利至关重要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：市场上哪里可以找到流动性？流动性扫描模式和流动性交易设置。什么是流动性？流动性仅仅意味着必须履行的资金或大量的订单。市场不断寻求吸收这种流动性，以产生动力。从本质上讲，流动性是推动市场的主要来源。流动性是图表上的一个区域，其中有大量资金正在休息，例如止损和买入或卖出订单。当交易者被止损时，市场会吸收与该止损相关的资金。我们经常猜测，中央银行或大型金融机构可能会操纵市场，创造出欺骗交易者的场景，让我们相信自己对价格行为有清晰的了解。作为一个盈利的交易者，为了获利，识别图表上的流动性区域非常重要。这些存在大量订单的区域可以提供对市场动态的洞察，并有助于防止重大损失。流动性可以在价格图表上的各个区域。好的，这是图表中流动性区域的例子。第一，相等的低点和波动低点。流动性通常可以在低于先前的同等低点或波动低点寻找，因为这些水平可以吸引买家兴趣并导致订单积累。第二，相等高点和波动高点。流动性可以在存在抛售压力的相等高点或波动高点上方寻找到。第三，趋势线和通道。流动性区域可以在趋势线和通道边界上方或下方，因为零售交易者可能会在这些区域下订单。第四，已执行或聚集挂单的订单块可以充当为流动性区域。第五，支撑位和阻力位。先前充当支撑或阻力的价格水平通常会吸引市场参与者，使其成为潜在的流动性区域。第六，每日蜡烛的主体和影线。流动性可能存在于蜡烛体的附近或蜡烛的影线，因为这些区域反映了价格拒绝和交易活动。现在让我们看看真实的图表，看看流动性的一些例子。在价格图表，我们有英镑日元的4小时时间框架价格图表。如果我们看图表的左侧，我们可以注意到向上的结构破坏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识别订单块。很明显，市场没有尊重上方订单块的流动性，相反，价格急剧下跌，并通过触发在这些水平进入市场的交易者的止损，席卷了低于这些区域的流动性。在获得足够的流动性后，价格从极端订单块反转，然后急剧上涨。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价格已经形成内部盘整。很明显，价格在这次盘整中形成了三角形形态，而创建了在一个由止损订单形成的完美流动性区域。记住流动性区域的重要性，以及市场倾向于这些区域的价格行为至关重要。忽视它们可能会导致重大损失。价格通过清除三角形形态的交易者止损点来聚集动力，并获得向上移动所需的燃料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如何通过三角形的突破席卷流动性，并在到达订单块后发生逆转并急剧上涨。接下来，我们可以在图表上发现这个既充当支撑位又充当阻力位的强势区域。如果我们将注意力移低一点，该区域已在其上方产生大量流动性。我们可以发现该看跌通道的流动性已在该通道上方和下方积累。正如您所看到的，到达此订单块后，价格急剧上涨，席卷通道上方的流动性，并触发已进入卖出交易者的止损。随后，价格到达既充当支撑又阻力的强势区域，价格回撤并继续向上，席卷了该区域上方的流动性。在显示出小幅回撤后和另一次的席卷流动性，价格继续向上推动，并将流动性席卷至该波动高点之上。现在让我们来理解流动性背后的理论，这将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价格变动的方式。假设我们有一个像这样的结构来模拟价格变动，正如您在这里看到的那样，我们有一个上升趋势，其中价格已经向上突破结构。重要的是，首先确定潜在的趋势，在这种情况下是看涨的。接下来，我们寻找有效的上升结构破坏。一旦形成新的波动高点，我们预计价格会回调到这个特定的重要区，
以填补进入交易之前留下的低效率。在价格达到我们的重要区之前，发现流动性清扫模式至关重要。该模式表明，流动性的出现可以提供机会，让我们确定该区域是至关重要的区。我们会使用流动性扫描混合基本理论。如果价格未能扫描流动性，市场需要流动性来推动。在达到某个重要区之前，价格很可能会利用该区域作为流动性来推动其趋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有一个具有相同低点的盘整或积累阶段。我们的目标是看到价格扫除积累在这些相同低点之下的内部流动性。这个流动性区域是由持有多头进入市场的交易者的止损形成的。他们认为价格回调已经结束，因为价格无法创出新低，并没有下跌的动力。一旦我们通过流动性扫描确认，这些交易者就会进入多头交易。我们的下一步是看到价格进入更高的时间框架需求区域后，我们将焦点转移到较低时间范围。在较高时间范围的需求区域内，我们寻找较低时间范围内的市场惯性改变。此外，我们在较低的时间范围内寻找一个新的重要区。一旦满足这些条件，我们就会考虑遵循外部流动性设定的目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外部流动性在于这个波动高点。我们可以看到价格留下了明显的低效率，并且创造了一个内部高点和小幅回调，随后急剧上升，导致再出现结构破坏。因此，我们现在出现了另一次向上的结构突破，以及与结构突破相关的需求区域，有可能扭转价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结构破坏附近还有另一个未缓解的区域，这可能会让交易者困惑于在哪个区域进行交易。诱导区域是由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等聪明的货币交易者创建的。他们旨在欺骗散户交易者在市场上买入或卖出，最终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流动性。因此，有必要了解这些领域，并了解它们对市场的潜在影响。这里我们有英镑日元图表的1小时时间框架，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处于上升趋势，并形成了这些看涨的结构破坏模式。我们可以确定这两个潜在需求领域价格可能会逆转并继续看涨趋势。然而，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确定哪些区域交易更安全，并且更有可能受到价格尊重。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，只有当流动性扫描模式出现在某个区域的下方或上方时，我们才认为该区域对于交易有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不会将该订单块视为我的重点区，因为价格在达到该区之前没有扫除任何流动性。如果到达重点区之前出现流动性扫荡模式，我们可以增加交易的信心，并降低陷入虚假信号或陷阱的风险。在这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在达到新高后经历了明显的下跌，和伴随着一根大红色蜡烛，表明强劲的抛售压力，并导致低效率。此外，在这我们有同等低点在下方形成了大量的流动性池，表明存在许多挂单和止损正在等待被市场触发和席卷。我们确定的需求区上方存在流动性池，那在下方的订单块将是我们的关注区。下一步，我们要耐心等待价格将流动性扫除同等低点以下。一旦价格进入极端订单区域，我们就可以考虑进入交易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价格已成功将流动性池扫至同等低点以下，并且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重点区，这确认了所需的分析需求。基于这些汇合分析，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在下一步中进场。现在让我们放大15分钟的时间范围，以更清晰地了解价格走势，并寻找任何特征变化的迹象。在15分钟时间框架图上，我们可以发现，随着价格突破结构向上而发生了市场惯性改变。不幸的是，这里并没有低效率。好，让我们看看在哪里可以找到切入点。
好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。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一些价值，如果有的话，请给这个视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。下一集见。